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赵世界什么都聊。今天还是延续着图形思考训练的末端我们来做一个综合训练。那么今天有5个课堂有5个课题要来跟大家做一个综合训练的简解那么把一些要素来跟大家讲一讲所以今天的这一堂课可能稍微时间会长一点。那么今天的综合训练呢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来深究原因为什么来找出这个为什么来，然后用图形来表示。第二个我们要来进行事物之间的一些相关的比较，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掌握一些事物。第三个来教大家怎么掌握步骤，怎么来创建流程。第四个呢，我们来掌握概念图怎么画。第5个呢，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来把握方针。那么首先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延续前面的几个简化思维的部分。我们今天要讲到简化思维3，如何来掌握这个要因那么要因是什么？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如何来提高这个销售额或者说为什么那个团队的实力这么强？其实成功跟失败的背后往往不只有一个要因嘛，它肯定有很多的一些要因嘛。那老师就简单的来做一个简化的这个比喻老师今天还是使用这个 SMART 来简化这个操作的方式来用一个 SMART 的深挖图来做这个解答，好吧？一样改变一下颜色，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看见好，这样的图表应该看得比较清晰了。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商业公司迅速的一个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找这个原因嘛假设今天这个是我们的题目，好不好？假设这个是我们的题目，我们要找出这个商业公司迅速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原因。那首先我们可以去深挖几个东西出来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深挖一下，比如说竞争公司的实力比较强，假设了OK， 这是第一个我们找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可能我会考虑到是不是他的优秀人才比较多OK， 这也是一个要因嘛，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可能他所掌握的这个人脉跟社交关系比较丰富，对不对？比如说他拥有比较丰富的人脉跟社交关系，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好，那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面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往下去深控一些问题出来那么这个竞争公司的实力比较强，它强在哪里呢？比如说它的资金比较雄厚，可以吧？又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产品比较有优势，可以吧？当然也可以好，那么人才多，那它哪方面的人才比较多呢？比如说市场人才比较多，可以吧？又或者是说它的技术人员技术比较高超，它的优秀人才，技术型人才也比较多，对不对？又或者是说它这个怎么来掌握它这个比较丰富的人脉跟社会关系呢？比如说它原来就有一定的市场它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份额这也是一个因素，对不对？第二个，他可能他掌握的这一些骨干骨干的关系都是比较老道的，好吧？比如说他的骨干他的骨干对于这个整个体系上面来讲的话，他可能认识的人比较多，或者是他在这个领域已经生存的比较久了，所以他挖到的这些人才都是比较有人脉的，比较有社交关系的，或者是他原来就有一些客户在手上的。像这样的领导人或这样的骨干你握在手上，那肯定你的市场会比别人来的更有优势。那么当然再往回推，那么你的这个商业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不就找到了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找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做一些
药因的分解啊，可以通过这样的深挖图的方式来做一些药因的分解。那这样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吧？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啊，老师是比较习惯用思维导图的，因为思维导图可以很快速的，不像 Smart 你要一个一个去模板里面，你还升降级，很麻烦，对不对？啊，老师是不是曾经有教你们使用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思维导图来做比喻，对不对？我们就拿刚才的课题来讲哦，假设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为什么一直加班？OK，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吧？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打破砂锅问到底哈。那我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没有办法下班？为什么一直加班？好，我们改成为什么无法下班？好吧，无法下班。OK， 那可能我们会有几个因素会出现嘛？可能第一，大家都没有下班，这是一个因素吧？第二个可能是工作没有做完，可以吧？那第三个本来就排到你要留在公司待命，对不对？对吧？好，老师把图放大一点哈，这样 OK 吧？其实你会发现只有这样子，它能不能再往下深挖呢？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没有下班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有可能是什么？工作没有做完，或者是临时有任务可能还有其他。老师有没有教过你？当你想不到的时候，你就写其他，可以吧？那么再假设一下，那么工作没有做完的有哪些因素呢？比如说在等某个部门的材料所以有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下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等其他部门的一些材料，他没有做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嘛。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第二个，工作没有做完的其他原因呢，有可能是工作量比较大嘛，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或者是说再深挖一下，我们的工作效率比较差，可以吧？等等之类的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这个药因的深挖这老师有讲过这个深挖图对吧？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深挖。那当然你还有其他原因不是只有3个可能是我想因应公司政策来赚点什么加班费，可以吧？我可以赚点加班费，当然你就往下再细再分的话，就可能会很多了。那当然也有可能你有其他的原因嘛，反正孤家寡人回家没事干，好不好？那还不如留在这里，对不对？你可以嘛？那你可以不断的重复这种 Q&A， 就是自问自答的方式来不断的往下深挖，那就可以找到你的一些要因了嘛你就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要因了嘛。那最终你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张图嘛，对吧？你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张图那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变化成自己的一些东西。那当然工作没有做完是什么工作没有做完比如说图形工作没有做完，文稿没做完，是不是可以一直往下挖下去比如说临时任务有什么老板交办了这个要画一张图假设的那你是不是很快速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张图稿出来，然后我们再慢慢去筛减，再慢慢去分解那这些问题它就逐步它就会出现了，好吧？这种要因图你一定要多画出一些分支里面来通过这样的分支的方式，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你想要找到的一个深挖的部分你可以找到你一个深挖的部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要因部分的图稿老师一样还是画一个流程图来告诉你它的流程是什么，好吧？老师还是用 Smart 来画流程比如说他跑到第4步了老师回到第3步
好，我们把它回到这里来哈。其实它的流程很简单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原因，要思考一个原因啊，这一点很重要哈。你要先思考一下原因，对吧？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那么第二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要重复你的 Q&A 啊，你要不断的去反复啊，然后最终像右手边一样去整合一张图出来，去整合一张图出来，这样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哎，哪里有问题，什么原因，好吧？那么通过细分的原因去进行思考，一直分解到不能继续细分为止。那它的一些小技巧呢，比如说你可以向下细分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多个分支项，一定要多个分支项，不要单一分项。像这样有没有？一个问题下来，可能有3个、5个、10个，然后这个每个单细项下去再一个，你不要一个一个，比如说竞争公司实力比较强，资金然后就没了，那你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往下思考的嘛，对不对？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往下思考的嘛，那就没有我们去思考它的一个意义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吧？好，那这个简化思维的这个秘诀3哈，要掌握要因的部分，老师就简单讲到这里，不浪费时间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重要的课程要开始上了哈。好，我们来再讲讲关于这个秘诀4的这个如何掌握定位哈。首先我们来讲什么叫定位。其实在众多相似的商品跟服务当中，如果你想要脱颖而出，就需要有一些差异，对不对？我们要找出这个东西的差异化在哪里。在比较差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切入点，比如说餐厅之间的一些差异可以体现在味道啦、价格啦、店员的服务啦、店内的一些面积啦、清洁度等等啦，多种方面上的比较，好吧？那如果说对所有事项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的时候，那当然就会出现各有长短的、各有所长、各有利弊的情况发现，就产生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优劣性，对不对？所以呢，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应该要锁定几个比较重要的，就能够参差出它的一个差异性来。那么所谓定位是什么？是指比较对象各自所处的一些情况来掌握的定位。这样就能够很客观的对事物去进行一些比较跟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开发公司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的时候，就要弄清楚这些公司的产品跟竞争产品的定位差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今天要讲的定位图，或称之为比较图都可以。那么我们先截取一张图，老师来带大家来先画一张截取图，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先给它定一个题目出来好不好？我们先把它定一个题目出来好了。首先把基本图画出来。之前老师有教过大家画象形图对吧？老师有教过大家画象形图了哈。那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象形图再画一下。今天再把这个象形图再画一下。好，用橘色的当这个底部好了。好，那当我们在做这个象形图的时候，首先你要先把纵轴，把这个纵轴跟这个横轴的部分的要素把它定出来。比如说我们要来做一个产品定位好了，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比较的定位。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定位定出来，比如说拿设计性来讲的话设计性。这个产品都有设计性，对吧？好，我们把这个设计性先抓出来，再来把功能性抓出来。有设计就有功能嘛，好，功能性抓出来。那么当然设计性跟功能性都有高低嘛，好，那我们就把高低也抓出来，好吧？假设这个是高。好了，老师把它放到这里来啊，右边也是高，那么还有个低，对不对？好，低。
好了，那这样的话，整个象限图的基本图形就出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定位了，哎，某某产品的一个功能性的系数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好圆圈吧，我们可以把它定在这个地方，哎，它的功能性比较低，但它的设计性比较高，那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也在这个位置，可能在这个位置，可能在这个位置。哎，各位有没有看起来它这个感觉就会很清晰，对不对？那当然这里面要填字啊，填内容，代表它什么意思啊？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象限图来做一些数值的衡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象限图上面是要有基础。老师来用图形简单的描述一下，让你能够快速的理解。好，假设这是50%，好吧？就不要画太细了哈。这是一个50%的位置，也就是它的占比是多少的意思了，好吧？好，那这个是 50%，OK。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说这个定性啊，它占有多少比例，好吧？那我们可以再挑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判断来做一个比喻哈。首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纵轴上面去衡量，比如说它的轻啊、重啊，哦，然后等你确定完这个纵轴以后，再去确定它的横轴，啊，再去确定它的一个横轴，好吧？那当然，你也可以拿一些别的东西来做比喻，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使用的这个社交吧，我们就以社交软件来作为一个比较吧，好吧？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使用场景，比如说商务场景啊，商务场景 ，OK， 占的比较多，还是私人场景有商务场景就会有私人场景嘛，对，我把这个高低拿掉啊，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大小区分，它就是一个环境区分哈。好，那么这个部分场景定完了，我们可以去定什么？定它的应用范围，对不对？那么应用范围我们分之为广泛应用，好吧？我们就把这个定型先定下来哈。然后这个是有限范围，好不好？有限应用。啊，就表示它的应用的这个范围比较有限制的啊。那这样这张图画完以后，我们先来做几个比喻，好吧？比如说比较有名的这个Linda 啊，Lincoln 这个领英对吧？啊，假设我们来做一个领英。啊，这个 Lincoln 它是一个商务性比较强的，对不对？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会怎么样？都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商务的应用场景，但是它的使用范围也比较有限，因为它只限于在这个商务领域里面，所以它的限制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我们经常会见到的 Facebook 好了，脸书哈，也可以叫脸书叫面书、面子书哈，很多人讲叫法不一样，反正就是 Facebook 了、FB 了哈。FB 它的商务应用场景大不大？也蛮大的哦。那它的应用广不广泛？还比较广泛啦，对不对？哦，可能还有私人的比较多的，应该还有 Line， 对不对？Line 属于什么？属于私人场景比较着重的，对不对？那么它比较广泛应用，对吧？OK， 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区分开来？那还有什么？还有 Twitter 啊，Instagram 啦、WhatsApp 啦，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快速的去把这个差异性的把它描述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清晰你所要表达的一个事物，好吧？好，那么对于这个掌握定位的比较图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差不多熟悉了哈，会用了哈。好，那我们再快速跳过，我们来到这个演化思维5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流程，什么叫做步骤。其实要画流程也不难啊，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画啊。老师比较喜欢用这个来画，也可以啊。那你也可以用这样哈，那换成一个流程图，好吧？好，流程图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不同的流程，对不对？好，那么通常会看到的流程图的应用有很多方法，有很多图形，也有比较流行的这种鱼骨图也有，左鱼骨、右鱼骨都有，好吧？老师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头在左边的这种阐述方式哈。那每个人可能习惯会不太一样了，好吧？好，那么在这个PowerPoint 或者是 Office 里面，我们做文件也经常会用到哦，也可以用 Smart 里面也会有流程图。那 Smart 里面的流程图的阐述方式会比较多，有带文档，有带图片的，什么样方式都可以去做。那么怎么来画这个流程呢？其实流程图有几种表达的意思，一种是可以排 schedule， 就是说我是按照时间节点来的，可以按 schedule 来排的也可以。那么一种是排 SOP 的，就是排我的操作进度的，我的作业流程的，也可以按照这个来，都可以使用这个部分来做。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来以这个系统开发来作为一个比较，好吧？可能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需求分析啊，这是作为软件开发要走的第一步路，对吧？第二步路就是要详细分析，对不对？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有了详细分析以后，我们可能要形成白皮书什么，那中间环节老师就跳过哈，老师讲一个大概就好了。那再来就是要编码，就是我们要撰写代码，对不对？那最终怎么样？要测试，好吧？那这4个步骤是不是出来了？那么了解了步骤以后呢，就可以跟相关人员去分享一个流程。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啦？然后可以彼此交换一些相关的意见跟想法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测的流程图出来，把它这个部分先把它预测出来也可以。那什么叫预测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添加一个标注吧，我们可以标注一个东西出来。再讲一下标注图。好，这是一个标注图，对吧？好，那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个标注，标注什么呢？比如说，合同即将结束了，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所谓的需求分析。假设了合同时间快到了，假设了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注解，对不对？你也可以有其他的注解，比如说在编码这里你可以预测你可以预测比如说预测工作量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涉及这个跨领域语言开发，好吧？假设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在这一张图表上可以发现一些问题？那可以在这个流程上面，我们可以预测可能会发生哪些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提前怎么样，在做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做这张流程步骤的时候，可以提前的怎么样预防一些问题的产生。那当然，在构思的阶段什么叫构思？就是画这个流程概念图的时候，这叫构思在这个构思的时候，如果你太追究细节的话，可能你的构思会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在最后你想法要付诸实现的这个阶段的话，除了考虑实施等因素以外，你可能更多的没有办法去把它整理成一个分化图里面来所以这个就是会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好吧？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老师教你的这个步骤跟流程图来画一些
商务上的一些策划啦，或者是可以做一些方案的执行的一个流程表啦，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好，那么简单来讲，怎么样来熟练使用这个流程图呢？你首先对于理解的顺序你要先有嘛。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一下步骤，确定你的步骤有哪些，有多少个步骤，先把这个步骤数先把它确定下来。第二个，画出像老师刚刚现在你们图上看到这个，画出这个相应流程图的这个模板，并且标注一个标题在上面，然后最后才是完善整个步骤加里面的内容，这样大家能理解啊。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步骤跟这个流程，它是可以再配一些相应的图表。那么标准的一些图表配置，我们都是使用这个 Excel 表，或者我们可以用上次我们教大家使用的那一些软件也可以它都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编出这一些图表里面来。这样大家应该比较能够清晰的了解到这个关于步骤以及这个流程的画法，以及它的使用的要素，好不好？那么当然这边也可以画这边也可以画。OK， 你可以看，我们可以把这个鱼骨图画出来。那比如说现在有8个步骤了，那我可以再细化，对不对？我可以再细化，发现了吗？这个就是所谓的鱼骨图，像不像一个鱼的骨头像吧 ？OK， 好，那一般像如果说我们要再增加任务啦，或者进行更细化的一些任务内容的安排啦，或者工作池子的，或者是建甬道啦等等之类的，那个下次我们会再专门找课程来跟大家再讲述，好吧？今天的概念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来看看第6个部分第6个部分我们怎么来掌握一个概念的部分首先呢，什么是概念？其实世界上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商品跟服务，对吧？那这些商品之间只要有一点点差异就没有办法彼此区别，就造成有时候卖东西就比较头疼所以因此呢，这个商品的卖点或者特性一般都不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所以一般都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个卖点来进行组合而成的，明白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新产品或者新服务的时候，其实你看了相关的说明，你也没有办法全部去了解它的概念，对不对？因此我们需要使用这种重叠图，也就是所谓的概念图那么重叠图可以帮助我们将多个特点组合起来进行思考而且重叠图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自己加深理解，在跟别人解释产品的时候也会十分有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个吉野家我们来拿吉野家来做比喻好不好？一样老师用一个 smart 来画好吧？我是在找一个比较比较形象一点的就用它。好，我们来现在就采用这个重叠图，我们开始来画东西我们把颜色先区开，让大家能够更加理解。吉野家的概念有哪几个？我们来抓几个首先第一个，它的特点是什么？美味，它的特点一，对吧？味。好，那它的特点二呢？可能比较实惠了一般我们讲的这个比较便宜啦比较便宜，我们一般人就可以吃得上的那么特点三，可能比较快速。有没有发现这个吉野家在上菜的时候都特别快接着我们讲的素食素食便当它卖的最有名的应该是日本的那个董，一个井中间一个石头叫董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看到了重叠部分体现的优势跟特点所以圆形的重叠部分呢，代表着商品跟服务的概念那么也意味着它的个性化跟多种特点的重合。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苹果的这个创始人，我们都认识他乔布斯
在第一次公开介绍苹果产品的时候，他在大会上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概念。他说大屏幕的 iPod 手机网络通讯设备3合1的产品啊，这个东西是什么 ？iPhone， 对不对？哦，大屏幕的 iPod 我们知道是拿来听音乐的那玩意儿，对不对？我应该没有理解错哈。那么再加上一个手机，还有一个网络通讯设备3合1产品，那就等于什么？等于一个 iPhone 哦，这就是 iPhone 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尝试把这张图也弄一下看看哈。好，大屏幕，我现在来回顾一下第一次这个这个叫乔布斯在讲这个 iPhone 介绍的时候哈。第二个是什么？手机，他想呈现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手机，对吧？然后它又是什么？它是一个网络通讯设备。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图？是不是可以很让我们快速的理解啊？他想要讲的是什么，对不对？他把这几个特点都把它结合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了解到了这个部分啊，好吧？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要讲概念的部分。好了，我们现在再来要讲第7个哈，也就是最后一个图形的掌握哈。这个图形一般是用来做这个方针掌握的，来掌握方向的啦，发展方向或者是它的这个轻重比的时候用到的。好，一样我们为了简化时间，我们采用这个 SWOT 来画图，好吧？我们用正三角来画吧，好吧？一样换个颜色啊，彩色的吧。好，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方针是什么玩意儿啊？就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需要一边走一边思考去选择哪条路登顶的时候，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去定下了一个目标，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采用这种图形来呈现这个目标。好，那这种实现目标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方针了，好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制定一个目标，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习，我们要高级班，好不好？那高级班可以完成什么？它能够学习到好吧，这是高级班啊。老师为了偷懒，老师用复制的啊。那这是中级班，这是中级班。好，那这个是初级班，不能叫低级班哦。初级班老师经常犯这种言语上的错误哈，请谅解。好啦，那这张图是不是很清晰的，可以让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英文啊，学英文的时候，别提英文，老师提到英文就伤心，老师英文是最烂的哈。好，提到这个学习的部分呢，假设拿这个英文来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学到这个高级班，对不对？学到这个高级班之后呢，能够怎么样跟别人去沟通，能够看到别人写的英文字，我能看到理解他表达什么啊，或者更深一层次的，怎么是诸如此类的哈，老师比喻一下啊。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这个是你的目标水平，这先做一个判断出来哈。好，这是咱们的目标，好不好？这是咱们的目标。好，这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目标。好，再来看看。那么如果用英文的话，老师应该在这个级别啊，好吧？现阶段水平啊，这是咱们的现阶段的水平。好啦，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很一目了然的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方针是什么，对不对？啊，是不是很容易的、清楚的看到了？那当然，你也可以拿来分辨一些其他的事物了。啊，怎么来提高知名度啊？怎么去发展这个客户啊？哦，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愿景图啊。比如说，我们最底部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事业宗旨、愿景等等之类的，可以吧？事业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做电商的都会经常讲，我同时开创电商市场跟实体市场，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宗旨是品类齐全，追求低价，方便顾客。我们的愿景是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种类最齐全的商品，持续满足客户的一切需求。
好啦，你们发现一个远啊，远是什么？目标嘛，对不对？哦，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当你的方针设定好，跟你的这个基层的这个部署完毕以后，你要去检查这中间是不是有连贯性啊？你要把它连贯起来才行啊，要不然这个空的有什么用呢？好，所以要熟练这个金字塔图，其实很简单，就只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分清阶段，把这3个步骤、5个步骤、10个步骤的这个阶段要分清楚来啊。第二个，在你分清楚完以后，先画出金字塔的这个模型，并且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去把它写上什么概要啊，而且这些概要必须是要能够连贯起来的啊，你不能跳来跳去，那不行的。好，第3个，再去完善你的概要内容啊，所以呢，把重要的概念写在最顶层，先画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啊，那么细节内容再慢慢调整嘛，因为那么要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保持双向的这个连贯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务必一定要理解清楚来，好吧？那么关于这个图形思考的这个部分，老师课程就在这一期就把它结束掉了。那后面有一些专访或者有一些特定的案例，老师也会经常的拿这个7大图形。后面老师还有一个图形没有教大家哈，但是老师以前自己发明那个图形 T 型分析那个要T 型分析表，以后慢慢再教大家哈。对，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分析就会用到这些图形啊，那么你要经常练习，你就可以掌握了，好吧？那么关于整个的这个图形思考教学，本期就讲到这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期要教什么？敬请期待，拜拜。